诚意跟着法官上班3个月，底线才是他转型的第一步棋。3个月，一个演惯了仙侠古装的人，为了演一个法官，真的去法院跟着上了3个月的班。今天这期我不聊剧情，不聊收视，我只想把这一件事掰开揉碎，跟各位好好聊聊。其实怎么说呢，老粉应该记得他表达过一个意思，大概是说演员不该靠穿名牌，靠光鲜的外表去撑一个角色。这个想法当时没太多人往深里琢磨，可你要是把它放进他整个职业选择里看，这里头其实藏着他对演员这2个字的理解。有些人把演戏当成一份把自己展示得漂漂亮亮的工作，也有些人把它当成一门手艺，手艺是要打磨的，是会脏手的，是不好看的时候更能见真章的。他显然是后一种。今天只聊一件事，但这一件事能解释他后来很多不齐。话说回来，咱们得先把底线放回地图上，你才明白这一步的分量。你想想看，那几年他是什么标签？仙侠、古装、玄幻、顶流那一挂的。市场给他的舒适区明摆着就在那儿，观众要看的，平台愿意砸钱的，招商好谈的，全在那个框里。一个演员在这种时候最省力的选择是什么？是继续待着，继续演观众爱看的那类角色，继续收割熟悉的热度，稳稳当当。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接了一部现实法治题材的正剧。这不是顺水推舟，这是逆着自己的惯性走。逆惯性这3个字说起来轻，做起来是要付代价的。而且这里我得说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，底线其实来得挺早的，比他后来那部《受访者》还要早。也就是说，早在大家以为他还稳稳待在古偶赛道的时候，他已经悄悄地往现实题材伸了一只脚。你别小看这个早字，很多演员是红到一定程度，被人念到该转型了，才被推着往前走的。而主动早走和被推着走是2种完全不同的心态。前者是自己心里有一张地图，后者是被形势赶着跑。具体是哪一年？等一下，这个年份我得保留意见，凭印象说容易记差，我就不给各位报一个不准的数了。反正重点不是哪一年，重点是那个时机，他不是等到红透了，无所谓了才去转型的，他是在赛道正香的时候，主动去啃硬骨头。慢工出细活，说的就是这种。他没有一步跳成实力派，他是先埋了一颗种子。种子埋下去，短期内你是看不见的，图面上啥动静都没有。可懂行的人知道，底下的根正在一寸一寸往下扎。好，重点来了，那3个月，他为了演周易安这个法官，是真的去法院跟着学的，跟着真实的法官上班，一跟就是3个月。旁听、记笔记、看流程，据说啊，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，据说他去的时候，还被人当成了新来的书记员。你品品这个细节，一个那么高辨识度的脸，走进法院，居然能被当成新来的书记员。这说明什么？翻译成人话就是他把自己藏进去了。他不是去打卡，去拍2张我很努力的照片发个通稿，他是真的想搞明白一个法官每天在想什么，怎么做，怎么翻卷宗，说话是什么节奏，面对当事人的时候那个分寸感是怎么拿捏的。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能演出来的，都是得看，得泡，得把自己变成那个环境里的一部分，才能长到身上的。这里我得补一句，演现实题材的准备跟演古装是2码事。古装你可以练身段，练台词韵味，练那个仙气，那是一种往上走，往美走，往写意走的功夫。但现实职业剧，你练的恰恰相反，你练的是往下走，是真。法官怎么敲锤，眼神往哪放，遇到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他脸上是绷着还是放松，一句程序性的话，他是照本宣科还是带着点人味儿，这些细节你在片场临时抠是抠不出来的，你只能去田野里一天一天泡出来。说白了，这就是最扎实的那种方法派，不是网上说的体验生活4个字，是真的把自己扔进那个环境里，泡3个月，泡到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个演员。
我寻思啊，做这行的人那么多，愿意为一个角色花3个月去当透明人的，真不多。3个月是什么概念？3个月够拍好几个商务，跑好几场活动，接好几个热搜了。他把这3个月花在一个观众根本看不见的准备上。这不是天赋的问题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天赋决定你上线，态度决定你走多远。而且我一直觉得，观众其实是能感觉到这种功夫的。你未必说得出他哪一场戏好，但你就是会信他是个法官。那个信就是3个月泡出来的东西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聊聊那个更狠的选择，为什么他甘愿变丑？回到刚才那个意思，不靠外表去撑角色，放在底线这个语境里，你就全懂了。现实法治剧要的是什么？是让你相信屏幕上那个人就是生活在你身边的一个普通法官。他要是穿金戴银，脸上打10级滤镜，磨皮磨到眉毛孔，走2步都自带柔光，你还信吗？你1秒出戏。观众心里那杆秤可精了，一旦太好看和要真实打架，真实就输了，戏也就塌了。所以现实主义证据很多时候是故意让演员不那么好看的，不美颜，不磨皮，穿得像人民群众一样朴素，脸上该有的疲惫，该有的普通，全给你留着。这不是剧组抠图省钱，这是类型本身的硬要求。一部戏的质感，很多时候就藏在这些不修饰里。我插一句啊，对了，我得先说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里头的反差。当时整个古偶市场是什么风气？10级滤镜，磨皮磨到发光，恨不得每一帧都能截下来当壁纸。那是一整个行业的审美惯性，几乎成了默认设置了。演员的脸被修得越来越完美，也越来越不像人。好，现在拉回来，就是在这么一个人人都要美，真要出片的大环境里，他反而选了一条去偶像化的路。你想想看，对一个顶流来说，脸就是资产啊，是最值钱的那部分资产。主动把这个资产往后放，让位给角色的真实感，这需要多大的想法，多大的底气？这不是谁都舍得的。说句实在的，很多人红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保护自己的好看，把脸当成一件不能磕碰的瓷器供起来，而不是去冒险变丑，去弄脏它，去让它服务于一个普通人的角色。他反着来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注意啊，这是我的观点，不是通稿。这一步恰恰说明他早就想清楚了，他要当的是演员，不是一张图片。图片是拿来看的，演员是拿来信的。好，接着说最后一个点，也是我特别想聊的，和靳东的对手戏。底线里，他和靳东有不少对手戏。靳东是什么人？正剧实力派，台词、气场，那种沉下来的戏骨感，是常年在现实题材里一步一步磨出来的，不是速成的。我一直有个说法，跟高手对戏，本身就是一种拜师。你台词递过去，对方怎么接，怎么给你反应，节奏怎么控，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压，你站在他对面，是能一点一点偷师的。这种学习比上多少表演课都直接，因为它是真刀真枪，当场发生的。课堂上老师教你的是理论，对手戏里前辈喂给你的是实战。你只要够聪明，够谦虚，一场戏下来就能长本事。对一个还在拓宽戏路的演员来说，能站在这样一位前辈对面，把每一场对手戏都当成一堂课，这个心态我是真的欣赏。因为对手戏其实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格局。有些人对戏心里想的是我要压过你，我不能输气场；有些人对戏心里想的是我能从你身上学到什么。前者赢的是一场戏，后者赢的是一整条路。走得远的往往是后者。出差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，一个演员的成长，很多时候真不是靠某一部爆剧，某一个热搜，而是靠这种一点一滴别人看不见的积累。周易安这个角色，他跟真实的法官泡了3个月，又跟实力派前辈对了那么多场戏，你说他能没长进吗？不可能的。这种长进不一定当下就爆发出来，但他会沉在身上，变成他下一个角色，在下一个角色的底子。
时代的见证者，我觉得他正在慢慢变成这样的人，不是靠热度证明自己，是靠一步一步、一个一个角色，把演员诚意这4个字一寸一寸地、踏踏实实地立起来。行，聊到这儿，我想把最开始那个意思再拎出来说一遍，不靠名牌，不靠外表去撑角色。第一次听，你可能觉得就是句场面话，谁都会说。但你把底线这整件事捋一遍，3个月的法院，去美颜的坚持，跟前辈一场场对手戏里的偷师，你就明白，这对他来说压根不是场面话，是他给自己实实在在定的一条底线。而一个演员肯给自己定底线，往往就是他能走远的起点。懂他的人会懂，这种慢慢来、扎扎实实的路，短期内可能不显山不露水，热度上也许没那么炸，但时间这个东西最公道，它会证明的。种子埋得早，根扎得深的人，最后长出来的是别人急不来的东西。好，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如果各位手边方便，去把底线里周易安那几场庭审戏再看一遍，这回你别只看脸，看他的眼神，看他坐着的姿态，看他说程序性台词时那个不慌不忙的分寸。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说的那个藏进去的诚意。咱们下期见。